嗨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想专心真的越来越难，书翻不到几页就分心，听人说话老是神游，工作时还不停被讯息打断，这可不只是年纪大了的借口。其实你的大脑正被一些隐形小偷偷走专注力，专注力在今天已成为稀缺资源，它不仅影响你的学习与工作效率，更直接左右人际互动与生活品质。要了解为什么专注力会逐渐下滑，我们必须揭露这些隐形小偷。别担心，一旦了解原因，你就能找回专注，重新掌控大脑。今天就让我带你揭开这些专注力小偷的真面目。大脑发炎，一场正在悄悄进行的火灾。当我们提到发炎，脑中多半会浮现红肿热痛的画面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当这股慢性发炎反应悄悄蔓延到大脑时，影响其实更深远、更持久。这就像你的电脑主机板长时间运作过热，开始宕机，反应变慢，甚至烧坏零件。大脑也是如此，当它长期处在低度发炎的状态，神经讯号会变得断断续续，传输变慢，整体运作能力大幅下降。大脑发炎的三大破坏行动：神经网络接触不良。大脑里有一群叫做小胶质细胞的重要成员，平时就像清洁队一样巡逻、打扫，维持大脑环境的稳定。但一旦侦测到危险，它们就会被活化，释放出发炎因子来对抗问题。这本是很好的自我防卫系统，但如果这个反应太频繁或太久，就像消防队的水柱太强，反而开始破坏正常的神经和突触。这些原本负责传递讯息的桥梁变得不稳固，导致神经讯号像网络不稳一样，时快时慢，甚至突然断线。神经细胞中毒，长期发炎会产生大量自由基，对神经元造成氧化压力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毒气，会慢慢侵蚀神经元，加速细胞老化甚至死亡。这直接影响大脑的整体运算能力。讯号传输断路，神经纤维外层有一层保护膜，称为髓鞘，它就像电线的绝缘体，能加速讯号传输。但当发炎出现时，它可能会被破坏、剥落，导致讯号传输变慢，甚至完全中断。这让整个神经网络像是电线走火，讯息传递效率大打折扣。最终，这些变化会让人出现一系列熟悉的症状：注意力变差、反应迟钝、记忆模糊，甚至进入脑雾状态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不只是年长者才会面对的问题。根据2024年发表在 Neurology 期刊的研究指出，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血液中的发炎指标就长期偏高，到了中年之后，出现注意力下降的风险会是一般人的2倍。这代表专注力的危机很可能早在多年前就悄悄开始，只是你现在才感觉到它的后坐力。所以，专注力的下降并不是突发的意外，而是慢性变化的结果。血管损伤，大脑网络的断线危机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需要稳定的血流来获得养分和氧气，这条血管网络就像是运送物资的高速公路。但当你长期处于高血压、高血糖或高胆固醇的状态时，这条高速公路就会出现坑洞和裂缝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白质病变。白质是大脑负责讯号传输的高速骨干网络，一旦它受损，资讯传输的速度就会变慢，让你感觉反应变迟钝，专注力下降。研究证实，这种损伤会破坏神经纤维外层的保护膜，让讯息传导效率大打折扣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不是单纯的暂时性问题。最新研究指出，如果你的脑血管长期累积压力，导致白质损伤越严重，你的大脑处理速度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下降幅度就越明显。多项研究也显示，如果白质病变的范围逐年扩大，未来出现认知衰退，甚至演变成失智症的风险也会显著上升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微小的损伤会像滚雪球一样，随着时间累积，最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认知退化。因此，维护血管健康就是保护大脑这条宝贵的高速公路。脑神经网络的垃圾、异常蛋白与老化。随着年纪增长，大脑就像是一座逐渐老化的城市。阿兹海默症患者大脑中的类淀粉蛋白和tau蛋白会堆积成斑块和缠结，就像城市里堆积如山的垃圾，最终导致神经细胞死亡，让记忆力和专注力损伤。即使没有罹患疾病，大脑本身也会随着老化而逐渐萎缩，特别是负责记忆与专注的海马回和大脑皮质。
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处理资讯的速度，让维持专注力变得更加困难。